第225章开花结果时，火焰人影飞速闪掠过天际，片刻之后，忽然突兀地停滞在了半空之上，浑身森白色的火焰也是逐渐的消散，待得火焰完全消失后，露出了一张少年清秀的面孔。漆黑的眸子轻轻眨动着，少年脑袋微微后仰，眸子之中的沧桑之色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属于少年的朝气与狡黠。老师，刚才是怎么回事？微微扭了扭脖子，萧炎皱着眉头轻声问道。他所询问的问题自然是先前药老那本来万无一失的攻击，为什么会忽然间被震碎？你袖子里那家伙干的。药老无奈地回道，先前若非是有着古灵冷火的对气息的隔绝，恐怕那云芝以及几名蛇人都会感应到这股气息，便是美杜莎女王。是她？闻言，萧炎一愣，手掌伸进袖袍之中，小心翼翼地将全身温凉如玉的七彩小蛇掏了出来，放在掌心下，紧紧地盯着他。察觉到萧炎的注视，七彩小蛇也是高高的抬起小小的头颅，泛着淡紫颜色的瞳孔，充斥着灵性，蛇嘴微微张开，蛇信轻吐了吐，似乎是想要舔着萧炎的脸庞。微微偏头躲开这小家伙的调皮举动，萧炎笑了笑，旋即在心中有些凝重的轻声道，老师，你说他是不是已经回复了美杜莎女王的记忆？应该没有，若是回复了记忆的话，以美杜莎女王那高傲不驯的性子，不可能还留在你身边。我想先前或许是因为我想要对这5名蛇人斗王强者下杀手，才会使得美杜莎女王的灵魂暂时突破了七彩吞天蟒的束缚吧。看现在的七彩吞天蟒的模样，想必美杜莎女王的灵魂应该已经再次被压制下去了。药老沉吟道。轻松了一口气，萧炎手掌温柔地抚摸着吞天蟒的脑袋，苦笑道着，喃喃，这小东西还的确是个不定时的炸弹啊，指不定哪天那美杜莎女王会再次冲出来。我当初便这样说过，可你还是把她留在了身边。药老幸灾乐祸地笑道。烧了烧脑袋，萧炎盯着那可爱的吞天蟒，无奈的道，谁让这小家伙的诱惑力这么大，希望他能一直压制住美杜莎女王的灵魂吧。从那戒中取出一瓶半生紫晶元，萧炎滴了几滴进入吞天蟒嘴中，然后这小家伙便是心满意足地深吐着蛇信，懒懒地钻进了萧炎的袖袍之中。将吞天蟒安抚好后，萧炎目光在下方的沙漠中扫了扫，然后对准一个地方，缓缓地落下了一段距离，低头望着脚下的黄沙，轻声道，是这里了吧？手掌缓缓探开，对准着沙丘，略微沉寂，庞大的吸力猛地自掌心中暴涌而出，在这股吸力之下，下方那片区域之中的黄沙骤然涌上天际。随着黄沙的抽离，下方忽然出现了一个几米左右的漆黑空洞，在那空洞之中，青色莲座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正悬浮其中。瞧得青莲地心火安然无恙，萧炎松了一口气，手掌一招，青莲座顿时化为一抹青光，飙射向萧炎的掌心之上。手掌托着青莲座，萧炎目光泛着许些迷醉地打量着那簇不断翻腾的细小青色火焰，片刻后，漆黑的眼瞳中一抹炽热的光芒闪掠而过。先去沙漠外围位置吧，那里安全一些，然后找个安静的地方吞噬一火。似是清楚萧炎此时心中对一火是何等的渴望，放下药老笑着提醒道，重重地点了点头。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枚回气丹，塞进嘴中，微微嚼动，将之吞进肚内，然后拖着青莲座开始对着沙漠之外狂掠而去。随着萧炎的身形消失在漫天黄沙之中，这在塔戈尔沙漠中进行的这场惊心动魄的一火抢夺战，终于是以某人的大获全胜而落幕。飞掠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中途在接连服用了13枚回气丹之后，萧炎终于是逐渐地抵达了塔戈尔大沙漠的外围位置。由于他现在需要一个极度偏僻而且不能被人打扰的环境，所以萧炎所行走的方向是地图上人烟最为稀少的区域。当天空之上的烈日逐渐西落，并且完全掉入地平线之后，千篇一律的金色沙子上终于是开始出现了许些枯萎的草皮。随着继续飞行了一段时间，葱郁的绿色再度出现在视线之内。遥远的地平线处，一座雄伟的山峦逐渐地露出了一截小小的山峰。望着那出现的山峦山峰，
长途跋涉了将近整整一天的萧炎，终于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甩了甩近乎已经酸麻的手臂，背后那已经因为斗气的告捷而变得若隐若现的紫云翼再度变得石化了许多，双翼微微一震，萧炎的身体化为一抹黑光，径直投射向远处的那座雄伟山峦之中。10来分钟后，萧炎风尘仆仆地落在山峦的山脚之下，此时的他浑身黑袍已经被铺上了一层细微的黄沙，手掌抹去脑袋上掺杂着汗水的黄沙，袖子胡乱地查了查，反而是将一张脸庞搞得乱七八糟，极为邋遢。落下地后，脸色略微有些苍白与凝重的萧炎迅速将青莲座放在身旁，然后来不及与药老说话，赶紧从那戒中取出一枚回气丹，塞进嘴中，迅速摆出修炼姿势，开始进入修炼状态，恢复斗气。虽然赶路期间有着回气丹支持，不过丹药毕竟是外物，一直依靠着它们来恢复斗气，极其容易使得身体对它们产生依赖性，若是长久不断的服用下去，恐怕身体自身所携带的斗气回复能力将会逐渐的减退，甚至到的最后，这种回复能力会完全的消失。难以想象，若是一名斗者失去了回复斗气的能力，那么他还能被称为是一名斗者吗？所以经过这般长时间的赶路，落下地来，萧炎的首要事情便是赶紧催动身体内的经脉，开始恢复着斗气。修炼的时间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萧炎这才逐渐地睁开眼眸，深深地吐了一口略微有些偏黄的浊气，扭了扭依然有些酸麻的肌肉，苦笑道：虽然现在的焚诀已经因为吞噬紫火而进化成了黄阶中级，不过毕竟还只是黄阶功法呀，根本不足以支持我的消耗，若非是有着大量的回气丹支持，恐怕我早就坚持不住了。哎，放心吧，这次只要你能成功吞噬异火，那焚诀一定能够成功进化到玄阶级别，到时候拥有玄阶功法的你，应该已经能够在功法的等级下凌驾于大多强者了。药老笑着安慰道：希望吧，我会尽力的。偏过头来望着地面上的美丽青莲座，萧炎紧紧地抿着嘴，薄薄的嘴唇隐隐地透着倔强。对于异火所蕴含的能量，萧炎并未有丝毫怀疑。虽然说功法阶别之间的进化足足需要比级别间的进化高上数十倍的恐怖能量，不过萧炎相信青莲地心火绝对有着这份惊天的能耐，不然他也没资格让的大陆上无数强者为之折腰。深深地吸了一口山峦中清新的空气，萧炎手掌托起青莲座，将之放在面前，眼睛死死地盯着莲心中那簇充斥着灵性的青色火苗，脸庞之上闪过一抹淡淡的欣慰与苦涩。3年之前，在他刚刚接触到那卷神秘的黑色卷轴之时，他内心深处便是明白，寻找异火将会成为自己一辈子的使命。因为只有不断地吞噬异火，他才能逐渐地踏上巅峰。想要站在大陆的金字塔巅俯视众生，那便需要那种近乎疯狂的付出。3年时间，为了寻找异火，萧炎几乎是走遍了半个加玛帝国。当初在地下岩浆世界中，难以想象当时得知此处有着异火存在的萧炎心中是何等的激动。然而当在他与双头火灵蛇死拼了好几次之后，却是只得到一个空荡荡的青莲。当时的萧炎虽然极其颓丧，不过却依然并未选择放弃。所以没有放弃的他，便有了接下来的一系列让得任何人听了都会有些觉得疯狂的行动。凭借着斗师实力，只身深入荒凉的沙漠，孤身直闯被人类视为禁地的蛇人族。在这次沙漠的路途之中，他曾经在死神的镰刀上几次险险地避过那足以带走灵魂的死亡刀锋。因为有着这般胆识与付出，所以幸运的少年成为了这场即使是斗灵强者也唯有靠边站的异火博弈的最大胜利者。为了这簇小小的青色火苗，萧炎努力了3年，今天终于是得偿所愿的将之抱在了怀中，这是属于他的胜利品。缓缓地扬起头颅，萧炎目光盯着天空之上的那轮弯月，嘴巴逐渐地张开，瞬间之后，少年略微有些嘶哑的低低嘶吼，带着许些狂笑之声响彻在了山峦上空。漆黑的戒指微微一颤，药老的身形突兀地闪现在萧炎的身后，低头望着那紧缩着身体压抑着低低颤抖的少年，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抹欣慰与柔和。
3年之间，他陪伴着萧炎，见证着他的成长，见证着他的努力，见证着那一次次突破极限的战斗以及修行。而3年的努力，终于是到了开花结果之时。